easy weight loss. Maybe called diet drug miracle weight loss drug. 喂，你呢排啲 IG 或者 TikTok 你有冇睇到啲片呢？成日講關於一班人一個月減10磅，跟住就 hashtag 呢個 Ozempic face 啦，同埋 Skinny Shot， 真係睇到我都開始懷疑人生。但係問題係你啊，而家減肥咧唔係做 gym 啦、斷食啦、跳 Zumba 啦，而係打針喎。而買針嗰啲咧都唔係街坊老店，係上市公司嚟嘅，仲要市值1000億嘅添。咁你估下啦，減肥市場究竟會係製藥大佬 Novo Nordisk 呢啲會贏啊，定係靠 meme marketing 嘅 Hims and Hers Health 會爆發呢？呢段會先講少少 context， 唔係淨係講賣藥咁簡單嘅，而係背後一個大趨勢啊！全世界嘅人都肥咗好多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咧，2022年咧，全球有超過10億人咧都係屬於肥胖人口嚟㗎。其中美國最誇張有3個1個肥，唔知肥少少啊，係 BMI 超過30嗰隻。以前啲人減肥就話：喂，少食多餐，跑多幾步啦。但你有冇試過跑咗半年，唔食糖一陣減咗2磅，但一食翻嘢就全線反彈呢？其實肥胖咧唔係你意志力差，而係咧你個腦咧會叫你去食嘢。醫學界咧近呢10年咧都開始肯定啦，肥胖咧係屬於一種慢性病嚟嘅，唔係講句你懶咁簡單㗎。所以醫藥公司咧就發現咗呢一片南海市場啦。GLP-1 就係佢哋開發嘅秘密武器。咁咩係 GLP-1 呢？你可以想像佢係一種你腸道自然分泌嘅激素，當你食完咗之後，佢有幾個 function 嘅，叫你唔好再食咯，抑制呢個飢餓感，亦都會延遲胃排空啦，令到你食少啲都會飽。2017年啦，丹麥公司 Novo Nordisk 推出咗糖尿病藥 Ozempic， 同年就獲得咗美國 FDA 批准用於呢個第2型糖尿病㗎。2021年啊，再將呢個 semaglutide 呢種成分咧，用高劑量轉做減肥藥，叫做 Wegovy。FDA 就批准呢個高劑量版本咧，用於慢性體重管理㗎，甚至連 Elon Musk 喺 Tweet 都話自己有用啊！你估呢啲科技大佬會亂講咩？根據呢個 Bloomberg 嘅數據啊，2024年單單 Wegovy 就創造咗超過80億美元收入啦。GLP-1 整體市場估計咧，會喺2028年衝上1000億美元啦，仲唔止啊！後面仲有口服版啦、貼片版啦，甚至下一代 combo 藥物，連阿斯利康啦、輝瑞啦、Eli Lilly 啦都爭住入場㗎。呢場瘦身革命正式打響咗啦。咁問題嚟啦，咁勁嘅 GLP-1，邊間公司做得最叻先？係大隻佬嘅 Novo Nordisk 啊，定係近呢幾年崛起嘅網上醫療界 KOL Hims and Hers 呢？第一位選手啊 Novo Nordisk， 講真唔講唔知啊，其實咧佢已經係藥界一個老前輩嚟㗎啦。由1923年開始研發胰島素啊，而家都算係一間百年老字號嚟㗎啦。總部喺丹麥嘅哥本哈根，喺歐洲係最值錢嘅上市公司。Novo 咧近年就靠 semaglutide 咧翻生啦。簡單啲講就係將呢個糖尿病嘅藥啦，升級咗一個全世界最紅嘅減肥武器。佢哋嘅 CEO Lies 2023年啊都講咗一句説話好有火氣嘅。GLP-1 咧唔只係一款藥，係一場全球醫療革命啊！聽落去誇張，但你睇收入就知唔係講笑啊！講一講數字啊 ，Novo Nordisk 2024年全年營收去到2904億丹麥克朗嘅，大概係439億美元左右，同比增長咗25%啊！其中 Wegovy 保持咗增長啦，2022年第一季銷售咧就去到173.6億丹麥克朗㗎啦，即係差唔多26.2億美金啊 ！Wegovy 亦都係佢哋公司主要成長嘅引擎。不過風水輪扭轉啦，2025年 Wegovy 嘅銷量出現下跌，因為對出 Eli Lilly 咧就推出咗新藥 Zepbound 嘅成效唔差，而且一樣係 GLP-1， 再加上啲複製藥咧喺美國個別藥房都有走漏啊，搞到 Novo 咧有少少中伏啦，市場佔有率同價格咧都有壓力啦。Novo 咧喺5月頭正式咧下收咗全年指引喎，預測咧增長原本由18至26% 咧下調到13至21% 啦，業務就好似有啲壓力喎。面對挑戰 ，Novo 都唔係坐喺度等輸㗎。佢都搞幾個大動作㗎喎，開發呢個口服版嘅 Wegovy 啦，針劑咧唔方便，要雪藏啦，要自己打啦。口服就唔同啦，好似食保健食品咁樣。口服嘅 Wegovy 咧，新劑型咧 FDA 咧已經喺2025年第一季受理㗎啦，預計咧2025年 Q4 咧就應該會決定到㗎啦。到時咧就好有可能會成為全球第一款嘅可以吞嘅減肥藥喎。第二個擴建產能啦，你又知唔知目前最大問題唔係賣唔出啊，而係做唔切啊？所以 Novo 咧喺2024
年12都宣布啦，用110億美金咧喺其母公司嘅 Novo Holdings 收購咗3個 Catalans 嘅罐裝完成廠房嘅，計劃喺2025年下半年正式釋放嘅新產能，解決呢個供不應求嘅問題啦。不過最後嘅大魔王依然係專利期限嘅 Semaglutide 嘅核心專利咧，其實就會喺2032年咧就到期㗎啦。次級專利咧就去到2033年之後咧，就可能會有大量仿製又出現㗎啦。簡單啲講咧，而家賺錢係賺好多啦，但係要保持呢個龍頭嘅地位咧，就一定要趕快推出新一代嘅藥物同埋轉型啦，保持到競爭力啦。喺 Zepbound 仿製藥產能受限嘅夾擊之下咧，可唔可以成功轉型為健康生活藥王呢？嚟到個 Hims & Hers Health 代號 Hims 呢間公司可能你未聽過，但係如果你上網揾過一啲點樣防禿頭、改善勃起或者失眠點算好呢？咁樣你好有可能咧就會見到佢哋嘅廣告㗎喎。因為咧佢哋就全靠呢個用喵賣藥爆紅出圈嘅，佢哋係 DTC 模式 Direct to Consumer 嘅代表之一，意思就係話你唔使出門啦，唔使見醫生，只要答幾條健康問卷，網上問診，直接寄藥到你屋企啦。同埋仲有一樣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哋嘅產品包裝都幾精緻嘅，完全唔似喺普通藥房買藥咁樣。佢哋原本以男性保健做切入點嘅，之後擴展到女性健康、性功能、睡眠、皮膚，再進一步2024年打入咗最大嘅市場。減肥推出咗 Semaglutide 嘅複方配方啦，打出一個每個月199蚊美金嘅超平價針劑套餐啦。網上面一出啦，股價即刻狂升。呢個減肥套餐一出啦，訂單湧入。2025年第一季 Hims 嘅營收達到5.86億美元啦，年增長111%，訂閱用戶數量去到差唔多240萬人啦，創新高啦。佢哋用咗一種叫 Compound Semaglutide 嘅方式去配藥啦，唔係正式原廠版嘅 Wegovy， 但係成分類似，價格就平幾倍，咁啊出事啦。FDA 咧，其實咧呢個2025年咧2月21日咧宣布咗 Semaglutide 藥物咧短缺已經解決啦，即刻終止咗藥局嘅配製。對 Hims 嚟講，呢一下簡直係直擊心臟嘅。用戶爆升嘅時候，就突然間俾人封殺咗。咁佢哋點算呢？ Hims 原本信心爆棚啊，話透過自己醫生網絡加埋線上問診，用599蚊嘅月費做 Wegovy 嘅平台代理，股價即時升咗28%嘅。但係短短一個月之後 ，Novo Nordisk 正式宣布終止合作，原因係 Hims 仲繼續大量買呢個 Compounding Semaglutide 啊，買呢個 Knockoff Wegovy，涉嫌誤導消費者啦同違反安全規範嘅，因此咧斷開咗個軚。Hims 股價咧就一日內跌超過30%，取而代之嘅係 Novo 咧自家開線上藥局 Novo Care Pharmacy， 月費499蚊，仲比呢個 Hims 平呢個17%。佢準備推出服務以擴大呢個 DTC 直達呢個病人嘅渠道噶，即係話當藥局自己做平台，第三方 startup 唔只係競爭對象啊，而係被撤走嘅藥權。對 Hims 嚟講，已經唔只係供應鏈中斷啦，而係被官方收翻主導權同信任，最終都係攞唔到肥仔錢噶。依家 Hims 面臨3條路可以試啦，加快平台轉型啦，靠 AI 問診啦，代借血糖追蹤，會員健康生態圈咧搏出路。第二，自行供應正版啦，唔靠 compounding。第三，或者走遠端醫療，包月健康服務路線，加強呢個黏住嘅用戶啦。但現實嘅係，當藥權被奪，平台故事再強啊，都易冇信心噶。到底佢嘅下一步點樣翻生呢？你覺得依家 Hims 仲有機會翻生啊，定係已經中伏呢？ Hims 嘅平台模式一喐得好快，但係風險就係佢已經唔能夠再賣 GLP-1 啦 ，Compound Semaglutide 被 ban 啦 ，Wegovy 代理又被 cut， 變相斷晒所有供貨源啦。所以唔止 margin 有壓力啊，而係成個產品線都暫停，要靠其他產品翻身。雖然副作用成為咗焦點，但係對 Hims 嚟講最大嘅打擊係目前已經無藥可買啦。短期嚟講，最大嘅關鍵係藥源穩定性啦，同埋監管壓力。Novo Nordisk 口服 Wegovy 申請已經提交，2025年年底有望批准啦。再加上自家開始嘅 Novo Care Pharmacy 收翻直銷控制權，等於壟斷翻嘅 DTC 嘅入口。至於 Hims & Hers Compound 被 ban，Wegovy 被 cut， 短期裏面就無貨可買噶啦。雖然平台體驗好啊，但係就算你訂到都冇貨送喎。佢而家唔係搶荷包，而係未揾到翻嚟入場嘅門票喎。
咁中期嘅最大嘅問題係咩呢？ Hims 冇核心藥可賣 ，GLP-1 冇貨源，平台轉型咧就變咗唯一嘅生路啦。佢哋管理層話咧會發展 AI 問診啦、血糖監測啦同埋代謝分析等等噶。但係你要記住，醫療唔係 SaaS， 用戶唔續訂係常態，冇核心治療嘅價值就鎖唔住 lifetime value。相反 ，Novo 除咗有 Pipeline， 仲有藥廠、專利、通路同埋資金係正規軍啦。Hims 而家係民兵部隊，仲要被收走咗槍添。估值方面 ，Hims 雖然市值細、成長快，但係如果 GLP-1 產品線唔能夠恢復，估值可能會重估㗎。Novo 雖然傳統，但係收入穩定，有實質產能，政策護航，產品 pipeline 清晰，短中期仍有穩健嘅回報空間嘅。雖然依家唔係兩間公司搶荷包咁簡單啦，而係 Hims 可唔可以捱過呢一波供應中斷、法規打擊同埋被 cut 代理3重風暴呢？你覺得佢仲有冇翻身機會？留言話俾我聽。